失散18年，我终于和亲生父亲相认。而今天是我回归林家的第1天。雨熙，爸，雨熙，我听孤儿院的人说，你最喜欢看海，所以爸爸就给你特意买了这座海景庄园，现在就在你的名下。爸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想当年，你妈妈生下你就撒手人寰，你小的时候又跟爸爸失散，咱们分离了整整18年。爸爸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以后爸爸会疼你。别说一座庄园，就是林氏集团所有的资产，爸爸都可以交给你。谢谢爸。林总，公司有个重要会议，还等着您过去。好，这是房产证，你可以先到处转转，等爸爸开完会，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。好的，爸。能和父亲相认已经是惊喜了，还有什么更大的惊喜呢？哇，姐，这林首富的庄园可真气派，真不愧是10个亿的顶级豪宅。放心，等我和林首富订婚以后，我就让他把这套庄园送给咱们家。姐，真厉害，抱上了林总的大腿。哎，乖女儿，可别忘了林氏集团的财产啊！这林清风可是首富，这手上的钱啊，肯定都不会少。放心吧，妈，林首富的财产迟早也是咱们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曾小姐，林总今天刚签署了转让协议，将庄园送给另外一名女士，暂时还不允许入。你说什么？林总把庄园送给了别的女人？哦，就是这位女士。你们是？不要脸的小三儿，敢跟我抢林首富！什么小三儿？你怎么平白无故打人？你少在这装无辜！你包养林总，骗走这套庄园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林总是我爸，这套庄园是他送给我的。林首富是你爸？我看是你在床上认的干爸爸。你这个贱人可真不要脸，还想攀上林总高枝。哎，姐，这好好的首付可不能让别人抢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林总的未婚妻，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女儿。你不过是一个想傍大款的狐狸精罢了。你是我爸的未婚妻？等爸爸开完会，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。难道我爸说的惊喜就是这个未婚妻吗？我想你误会了，其实我误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3天后就是我跟林总的订婚宴，这座庄园就是我的订婚礼，你别想捷足先登。你要是敢挡我姐的财路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。跟我斗，自不量力！我绝不会让我爸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！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敢威胁我？这真干爹的小三儿，真当自己是首富千金了？瞧他这穷酸相，这全身上下没点富贵气。林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女儿？看我撕烂你这张狐狸精的脸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！放开我！我真的是林总的女儿！你们不信是吧？这是我爸亲手给我的房产证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，能证明我是这合法的业主。反倒是你们不请自来，私闯庄园，还寻衅滋事。姐，她不会真的是林清风的女儿吧？不可能啊！林清风一直不加管人，要是有女儿，早就告诉我了。啊！林清风是不可能看上你的，你这证件绝对是伪造的。
想骗钱骗房，没门儿！你把房产证还我！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没了这证件，我看你怎么抓首付千金！哎呀！造假证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我看你是想趁林总不在进去偷东西。还好我们发现的早，不然就让你得手了。你们污蔑我是小三，还说我偷东西，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看他怎么说。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我决定由我的女儿林雨欣接手林氏集团总裁一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异议？林总的千金是清北学霸，完全有能力胜任总裁，我们没意见。是啊，是啊。好，既然大家没有意见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林总，我听说您3天后要和女友订婚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不过这件事儿我要征得我女儿的意见，如果她同意，我就举办订婚宴。林总是真的疼爱女儿啊！是。雨欣，想在林总面前告状，没门儿！打呀，让你打！哎，雨欣，挂断了，难道雨欣出什么事儿了？马上准备撤，我要去庄园。是。敢跟我抢首付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！这个不害羞的小三，别想断我女儿财路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肯跪下来，承认自己是小三儿，我就饶了你。哎，为什么？说你是个贱小三儿，贱小三儿。说，林雨欣，首富林清风的女儿，你皮脸不要脸的贱人！就你还想让首富当个干爹？你不看自己什么德行？我告诉你，我姐是林总的未婚妻，是未来的首富夫人。这个庄园，包括林家的财产，以后都是属于我庄家。骚狐狸精，敢跟我抢男人，你还嫩了。姐，到时候你可得在市中心给我送一套房呀！放心，别说是一套商品了，10套我都给你。谢谢姐姐。你们这样贪得无厌，就不怕我爸知道吗？认干爹的小三儿，在这装什么清高？你不也是为了林清风的钱吗？哎姐，那边有个水池，要不我们带他过去醒醒脑？好，交给你处置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怎么突然有点心悸？雨欣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咱们离庄园还有多远？林总，还有10公里。再开快点。好。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贱小三儿，还敢认干爹，还敢威胁我，把他给我挨下去！还敢跟我姐抢是吧？啊！我让你抢！啊！抢！抢！承认自己是小三儿很难吗？难不成你的嘴
比你的命还要。不是小三，是林总的女儿。你见不到我还嘴硬。好，我算服了你了。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给你。喏，快收下钱，说自己是不要脸的贱小三儿。让你拿钱，听见没？你们还要逼迫我到什么时候？说了我不是小三，你们这样做就不怕我爸惩治你们吗？还敢威胁我？给我掰开他的嘴！我让你嘴硬，我让你嘴硬！张嘴，张嘴！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首富千金！首富千金！哼，就他还首富千金，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！他不过只是一个想认林总当干爹的小三儿罢了。小三儿？他是小三，而我是林总的未婚妻，未来的首富夫人，谁的权位更重？你们应该很清楚吧？这谁敢惹我女儿生气，谁就得丢掉饭碗。都给我长点眼色，放下武器！你们别听他的，我是林总的女儿，快救我！还不给我教训这个小三！小心让林总开除你们！闭嘴！你这贱人，差点害我们丢掉工作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还想跟我姐斗，门都没有！看到了吗？在我这个正牌面前，你这个小三儿没有任何地位可言。我就算把你扔到海里喂鱼，林总也不敢说什么。你们后悔的？后悔？我看后悔的人是你吧！给我打！谁要是打得卖力了，我重重有赏。是。等一下，这是林总送你的定情信物，把玉佩还给我！于心，爸马上就到，你可千万别出声。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，你还给我！遗物？原来是个没人要的孤儿啊！怪不得这么缺人爱，要认林总当干爹呢。姐，我看这玉佩就是个地摊货，干脆砸了算了。不要砸，不要砸，求你了！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不要砸，求你了！我就喜欢看你求饶的样子。要真想要的话，就给我跪下，磕个头，表示一下诚意啊！好，磕。哎呀，他还真跪下了啊！求求你，把玉佩还给我！贱小三儿，我之前的傲气哪儿去了？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让我后悔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把玉佩还给我。现在说对不起吧，已经太迟了。不要！外省人，跟我去庄园。是。不要！
污蔑我是小三，还摔碎了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贱小三儿，这是你活该，这就是你跟我抢林总的下场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找死啊你！老实点，贱小三儿，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今天我要是不送你去见阎王，我就不叫张嫣然。住手！林总，林总。林总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发生什么事儿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们就随便逛逛。刚才有个人在庄园闹事儿，我已经让保安把他赶走了。那人怎么有点像林小姐？好，尽快处理好就行。另外，嫣然，以后你就不要来庄园了。这个地方我已经送给一个对我特别重要的人。林清风真把庄园送出去了？难道他想把小三扶正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那个小三得逞。林总，这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准备烛光晚宴吧。雨欣还没有见过嫣然，正好趁着晚宴，让他们相互给对方一个惊喜。好，那咱们先回家。雨欣，林总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奇怪，刚才我好像听到了雨欣的声音。走吧。小嫣然，是不是还想着去给林总告状啊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哟，你想干什么？长得可真不错呀，要是打破相了，还真可惜啊。要不让我先尝尝什么滋味啊？不要！放开我！是林小姐的声音。小嫣然，你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勾引林首富的呀？啊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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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姐们，那谁呀？找死！小姐别怕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小姐，你醒了。先吃点水果吧，我给林总打个电话，他马上就来。雨欣，雨欣，谁这么狠心把你打成这样？敢动我林清风的女儿，我要让她从海城消失，生不如死！我没事吧？我要亲手惩罚那些仇人，为我自己报仇。好，只要你能消气，你想怎么样都行啊！可怜，刚跟爸爸相认就遭此横祸。放心，爸，这些痛苦会让他们10倍、100倍的奉还。爸以后也不会让你再受任何的伤害。爸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你接管林氏集团总裁一职。爸给你找了一个有能力的后妈，她可以帮助你一起管理林氏企业。后妈，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现在也没必要瞒你了。爸交往了一个聪明贤惠又有能力的女朋友，本来是打算3天以后订婚宴，我就想问问你的意见。无论爸要娶谁，我这个当女儿的都没有意见。更何况，我也很想见见我这个未来的后妈。那
那3天后，爸的订婚宴就照常举行。张嫣然，我要让这场订婚宴变成一场让你后悔终生的审判。张嫣然担任财务经理的4年里，居然有200多笔转账有问题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蹊跷。小姐，张嫣然的身份查清楚了吗？调查清楚了，张嫣然曾多次改名换姓，一共离过3次婚，曾经以各种名义向结婚对象索要钱财，涉及金额数千万。离过3次婚，难怪张嫣然人品低劣，原来是一个职业的婚骗。我爸居然粗心大意，找了个这样的未婚妻。派人尽快联系他的3个前夫，把他们找过来。是。张嫣然，这次我要亲手撕碎你虚伪的面具。嫣然，恭喜你啊，马上要和林总订婚了。等你当上首富夫人，可不要忘了我们啊！是啊是啊，放心，以后肯定多多提拔你们。哎姐，林总的小三儿之前被别人救走了，他今天不会又来闹事儿吧？哼，他要是敢来，我就扒了他的皮，让大家看看他有多不要脸。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还真敢来啊！你能来，我怎么就不能来？我女儿的大好日子，你别想捣乱。天好了，今天是我跟林总的订婚宴，你不请自来，恐怕连张邀请函都没有。我是林总的亲生女儿，还要什么邀请函？难怪这么有气质，原来是首富的千金啊！林总不是一直单身吗？哪来的女儿？大家别被他骗了，林总根本没有什么女儿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想认干净的小三罢了。年纪轻轻当什么不好，当小三？哼，林总怎么能看上这种下等人？我看啊，他就是不要脸，想来混一顿宴席吃。喏，这可是进口的黑松露蛋糕，恐怕你这辈子都没吃过吧？哎呀，手滑了，你把它捡起来，吃掉，吃掉，吃啊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动手！嫣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敢欺负我姐，看我不我！别冲动，今天是我和林总的订婚宴，亲自动手只会给林总丢人。可是姐她……来人，把这个闹事的小三给我轰出去！现在看清你跟我的差距了吧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会被他们打成残废。好啊，那你尽管下令。都给我上！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！姐，今天林氏集团的保镖怎么都不听你的呀？你们到人了吗？我让你们打断他的腿！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刚刚任命了林氏集团的总裁，现在所有人都只能听我的。什么？林总怎么可能任命你当总裁？看我不打烂你这个骗子的脸！你们反了！你们真是反了天了！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谁允许你们帮这个小三的？我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他们不听我的，难道听你的吗？别搞笑了，你一个小三儿也想当总裁，你也配？你们爱信不信？
这是我爸亲自签署的总裁委任书。董事长林清风先生亲笔批准，任命千金林雨欣女士为集团总裁。这不是真的吧？难道她不会真是林总的亲生女儿吧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定是你伪造的，一定是你拿刀骗我的！林氏集团的总裁只能是我。林总发了群公告，正式对外宣称任命林雨欣为集团总裁。难道她真的是林总的千金？姐，这怎么办呀？林总任命你为集团总裁，那我这个未婚妻又算什么？你只是一个欺骗感情的骗子。今天这场订婚宴，就是对你的审判。你什么意思？来人，把张嫣然的3个前夫带上来。张嫣然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！林小姐，这3位就是张嫣然的前夫。好，那就让大家听听他们的过往。不是吧？张嫣然有3个前夫，张嫣然不是说她自己是单身吗？结了3次婚，还能当林总未婚妻，这也太荒谬了吧！对呀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连见都没见过。他们肯定是这个贱人找来演戏的，故意毁坏我的清誉。清誉？你有什么清誉可言？张嫣然，你这个骗子，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？你这个油腻男，我女儿毕清玉姐怎么可能认识你啊？哪儿来的滚哪儿去！别在这给我姐拉交情！我去你！这没你说话的份儿！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拆穿你这个骗子丑恶的过去。我是在舞厅认识他，本以为遇到了真爱，就把他娶进门，结果刚结婚，他就以家人生病、贷款逾期为由，先后骗了我整整2000万。2000万！你胡说！我都不认识你，怎么可能会给你结婚借钱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！你还嘴硬？你扪心自问，你有没有从我这里拿走过1分钱？你说彼此不合适，逼着我离婚的时候，难道也没有分走财产吗？你骗钱骗财产，连身份信息都是假的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！全都是污蔑，是你们合伙起来污蔑我女儿的！你醒醒吧，我可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，毕业之后就月入20万，怎么会跟你这种油腻男扯上关系？张嫣然，你还装？看来不揭开你的老底，你是不会服气的。我是张嫣然的男友，也是她的第1任丈夫，最有资格说话。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材生，从高中毕业开始，她就在酒吧当陪酒女。堂堂首富的未婚妻，以前竟然是当陪酒女的。高材生变陪酒女，还有这种事吗？也不知道当初林总是怎么看上她的。张嫣然，审判才刚刚开始，你丑恶的皮囊马上就要被撕开了。今天是我跟首富订婚的日子，我劝你不要在这泼脏水。你越不想听，我越要说。你当陪酒女的时候说要做我女朋友，我不顾家里的反对，傻乎乎的和你结了婚。谁知道你有赌博的恶习，婚前就签下了3000万的赌债，婚后全我帮你还钱。嫣然，你还赌博？嫣然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后来你怀了孩子，我以为你会收敛点，结果你生下孩子后继续沉迷赌博，还逼我离婚，分走我的财产，只留下了巨额赌债。不是吧？你竟然还生过孩子？不，这都不是真的，全都是污蔑！我完全可以借助法律手段，告你们合伙诽谤。尤其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时候拿出证据了。这就是证据。你赌博欠债，还有在医院生孩子的证明，全都在这儿。姐，这
假的，这全都是假的！这些文件也都是伪造的，全都是诽谤！你不要坐牢的！要是觉得证据不够，这里还有。郑嫣然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不认识，怎么可能会认识你这种糟老头子？你勾引我说自己喜欢大龄的男人，愿意照顾我一辈子，我鬼迷心窍，和你结了婚，这些事你都忘了吗？你居然连老人也不放过！是你自己在臆想，我怎么可能会看上你这种老不死的？你是看不上我，但你看上了我的存款。结婚期间，我的10张银行卡全部被你搬完了，甚至养老金也全部被你取走了。然而，做完这之后，你就失踪了。难道自己这还不是骗子吗？如今3人都指证你是骗子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被冤枉的，这些都不是真的。是你激动我跟林总订婚，故意找了3个男的来污蔑我，我打死你这个贱人！姐，就是这个人之前救走了林雨欣。你身为林总的特助，为什么要忽略这个小三儿？林小姐是林总的千金，这轮到你来污蔑？就他，还千金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和这3个人一样，都被这个小三买通了。死骗子，还敢不承认？看我不打死你！骗子，还真！我去！我现在就给林总打电话，让他把你们全都扔进海里喂鱼！打呀！你现在就打。好。原来林总一直都在。刚才这儿发生的一切，我在雅间里听得清清楚楚。林总，想必你已经很明白了，是这个小三儿，他找人污蔑我，还动手打我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说什么？哼，狂啊！你们继续狂啊！我姐夫林总在这儿，你们一个个都得给我哭爹喊娘、跪地求饶。尤其是这个贱小三，处处跟我女儿作对。林总啊，你一定好好惩罚他，不要再被他蒙蔽了。爸，他们让你惩罚我。爸，姐，我海城首富林清风的亲生女儿，堂堂的千亿千金，居然被你们喊成小三儿！你们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她真的是您的女儿，她真的是您的女儿。她是林总的亲生女儿。林总都亲自承认了，想必这位小姐是真的千金吧？我的乖女儿，爸爸来晚了，没有好好的保护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关系吧，过去的就过去吧。这不可能啊！林总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有什么女儿啊！您不是一直都是单身吗？早些年，我还没有发家致富之前，我曾经有一位结发妻子，只可惜，在生下雨欣之后，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。雨欣小的时候，又不幸与我分散，整整18年，如今我们父女终于可以相认了。又遇上了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畜生！她真的是首富千金，早丽，她真的是林总的女儿。要是早点谁说她是首富千金，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了呀。是啊，林总，就是一场误会，这马上是订婚夜了。
您就原谅嫣然吧。林总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一个离过3次婚的骗子，如此侮辱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让我给你什么机会？林总，我没有结过婚，是这个小三儿，他嫉妒我，他担心我嫁给你之后夺走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，所以才找人来污蔑我。你真是当我耳聋眼瞎吗？你3个前夫被指控你，你还在狡辩？他们的告诉我在雅间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林总，你可千万别被骗了呀！他们3个是林小姐找来的演员，就是为了栽赃我，让你相信我是个骗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贼喊捉贼，死骗子，你别再狡辩了。我们已经将你结婚骗钱的证据全都交给了林总。今天之所以引你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让你当场承认你的罪行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的过往，雨欣已经找人查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不是雨欣，今天我还要被你这个骗子蒙在鼓里。林总，可是我对你是真心的呀。真心？你恐怕对我的财产才是真心的吧？我之前给雨欣准备的别墅庄园，雨欣还没有入住，你就想据为己有，是不是林氏集团所有的资产？你将来都想把它夺走？我没有。林总，我是把雨欣当一家人啊，所以才你给我住口！有你这样的家人！林庆芬，我女儿堂堂的哈佛大学毕业生，放弃了国外的机会，为你做财务经理4年，为你跑前跑后的，事事替你操劳，你就这么对她吗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已经找人核实过了，哈佛大学的历届毕业生里根本没有张嫣然这个名字，她就是一个冒充学历的骗子。我也可以作证，张嫣然根本没有读过什么大学，她甚至连中学都没有读完。我之前因为信任，所以才给了你进林氏集团的机会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久。林总，我和你在一起这4年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顾及情分吗？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欺骗我，所以你做的那些不值一提。林清风，忘恩负义！难道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？没想到张嫣然不是我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拆穿林清风这个冷血无情的嘴脸。4年前，林清风遭遇车祸，晕倒在路边，是我好心路过，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，还天天守着他，端水喂饭，悉心照料，就盼着他能早点好起来。可现在呢？他把当初的情分忘得一干二净，翻脸不认人，只相信他这个女儿说的鬼话。嫣然对林总有救命之恩，林总不会这么绝情到底的。难道他女儿真的诬陷嫣然了吗？林清风啊，林清风，你输定了！今天这冤屈要是坐实了，你和林氏集团的名声就得跟着臭。哼，张嫣然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？4年前撞我的人就是你安排的。我怎么可能会找人撞你？这就是你花钱找人故意撞我爸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没有雇过司机。如果不是雨欣提醒我，不会查得这么彻底。这是当年你雇佣司机的转账证明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证据一定是假的，是你们伪造的！造！司机现在就在门口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押进来！说，4年前是谁雇佣了你？又是谁让你开车撞我？是他。
全完了。张嫣然，你以为这样就完了？你侮辱我女儿，在庄园殴打她这件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张嫣然，你的报应才刚刚来到。林总，林总，你可要明察就好啊！我们在庄园只是跟林小姐有一点小误会。小误会？我在自家庄园散步，你却对我侮辱打骂，这也能叫小误会？慢着，海景庄园是我特意为雨欣准备的，我只允许她一个人居住。你们为什么会去那里？我们只是随便看看。对，林总，我们就是随便溜达溜达，没什么别的意思。是啊是啊，我看你们就是想抢夺庄园，所以才故意伤害我女儿。林总，这都是误会啊，我们不知道她是你女儿啊。没错，林总，这是天大的误会啊！我不止一次说过，我是林总的亲生女儿，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信？不仅说我是小三，还对我拳打脚踢，这些真的是误会吗？我们没打过你，你少在这泼脏水！你们以为庄园没有监控录像吗？不可能，我事后让人破坏了监控，怎么还会有录像？你们以为庄园没有监控录像吗？要不是我真的提前保存了监控录像，恐怕今天就百口莫辩了。今天就是揭露你们丑恶嘴脸的时刻。敢跟我抢手做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！你这个不害羞的小三，别想当我女儿财路！这个庄园包括林家的财产，以后都是……你这个贱人，居敢这样辱骂我女儿，这样污蔑她！林总，林总，你替我解释！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在嘴硬！林总，我不是有意针对林小姐的。嫣然，视频录拍的这么清楚，你还不承认？我当时只是因为不认识她，所以才闹了误会。我不止一次和你说过，我是林总的亲生女儿，可你就是不相信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！我跟雨欣失散了18年，知道她这18年受了多少苦吗？你居然敢这样说骂殴打她！我只是一时糊涂，失手打了林小姐啊！好，一时糊涂，就让你清醒清醒！你不是说你是一时糊涂才失手打的我女儿吗？我今天就让我的保镖也糊涂一次，给我上，清醒为止！你不是说你是一时糊涂才失手打的我女儿吗？我今天就让我的保镖也糊涂一次，给我上，清醒为止！你们有事！放肆！你们！林总，非常对不起，他们跟你一样，也是一时糊涂，所以才失手打的你。林总，不要再打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当时在庄园，我们确实对林小姐动手。张虎突然道歉，难道是想避重就轻？你不承认呢？救我！承认了也没用，你们本来就涉嫌故意伤害罪，全都得入狱。林总，别扯上我呀！当时是我姐惹是生非打人，是她先挑事的呀！你把责任都推给我！都是因为我姐有眼无珠，一直不承认林小姐的身份，所以才发生了争执。是我姐带头殴打了林小姐啊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
什么叫我带头的？想把所有罪都推到我身上吗？儿子，你姐平时可以没有亏待你啊，给你不少钱花，你怎么能再指认她呢？都怪我姐先找的事情啊！你们要犯罪的话，就犯她。够了！可没心情听你们在这吵架。今天所有动我女儿的人，哪怕是一根毫毛，也休想摆脱关系。你们一家3口全都得负上责任。林总，张虎，你以为你推卸责任就不用和张嫣然一起受罚了吗？难道你忘了你在庄园的时候，你对我做过什么？都是我一时冲动，所以才冒犯了你啊！那个误会，你把我溺水，还囚禁我。如果不是陈特助及时赶到，我就要被你凌辱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？林总，我没有啊！你这个畜生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不是，林总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林总，你不能因为你是首富就这么欺负人吧？没错，我们是和林小姐发生了点小矛盾，你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啊！好啊，你们居然还有脸在这装无辜！我从未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人。对呀，哪里这种人呢？不仅不无辜，你们还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把账单拿上来。这4年来，张嫣然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集团公款，转移到自家人的账户上，金额高达2亿，光是账单就数不胜数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有挪用公款，这些都是公司的正常开销啊！林总，你要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！住口！就是因为相信你，才让你做了财务经理。没想到你监守自盗，无度敛财。幸亏于心把旧账查清楚，否则的话，真要被你蒙骗下去。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害你，终究是你自己。如果不是你贪得无厌，你也不会有今天。张嫣然，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些钱你还能说他不是你转出去的？我只是太缺钱了，所以才挪用了点公款来花。你缺钱，我每个月给你200万的生活费还不够吗？你知道我有多信任你，把银行副卡的密码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不知足吗？我只是太贪心了。每个月200万的生活费，银行卡还能刷，张嫣然有什么不知足的？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1次2次是贪心，4年来一直在挪用公款，难道不是贪得无厌，想要索取更多的钱财？我花林总的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你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毁了我的幸福！你住口！我所有的资产已经交给雨欣继承，这些钱都跟他有关系。什么？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？没错，雨欣现在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而且他继承了我所有的资产，以后林氏集团就由我的亲生女儿掌握。林总，你把所有财产都给他，那我呢？我要干什么？个离过3次婚的骗子，从你恶意制造车祸撞伤我，你接近我开始，就根本没安什么好心。我值得庆幸的是，我
没有继续被你蒙骗下去。那他呢？他仗着是你的亲生骨肉，凭什么能继承财产？论能力，他哪里比得上我？一个满眼都是钱的骗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女儿相比？雨欣是清北大学的学霸，更是金融管理专业的人才，你有什么脸面跟我女儿相提并论？他是清北学霸。林小姐居然是清北学霸，这样的能人，张嫣然怎么敢去碰瓷儿的？张嫣然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个学霸。雨欣跟我失散多年，她在孤儿院过了整整18年的苦日子。她是靠着勤工俭学考上了清北，而你在我的身边享受着荣华富贵，洗了我整整4年的血。今天你欠我的一切都该还了。2个亿的公款，再加上这4年来我爸对你开销的1个亿，总共3个亿，你都要如数偿还，1分都不能少。3个亿！你这个贱人，这是敲诈！死骗子，居然还敢辱骂我女儿！林总，3个亿，我真的拿不出来啊！转出来的钱，我全部都转给我妈和我弟弟保管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钱都在你弟弟账上。我没钱了，我的钱都拿去投资了。我手上也没有那么多闲钱。你们要找我姐，是她自愿给我的呀。我这东西，我给你是让你保管的，不是让你花的。是你贪污的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人才也是你一个人呀。闭嘴！你们以为在这拖延时间就可以不还这3个亿了？雨欣早有准备。这就是你们的报应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这是财产强制执行书。在宴会开始之前，我就已经搜集了你骗婚骗钱、挪用公款的证据，已经移交给了督察局，他们也提前联系了银行，冻结了你的账。这3个亿，就算你不还，银行也会强制执行，从你的财产里扣除。哇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！是啊，就是早有准备。我就是要今天在你的订婚宴上揭穿你的真实面目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肮脏的过去。贱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，都是你坏的好事！都怪你呀！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控制住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爸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。之前在庄园的时候，张嫣然打碎了我妈留给我的人鱼米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这是我跟我的父亲当年一肩定制的玉坠，从雨欣出生开始就由他佩戴，就这样被你毁了。你知道这对他来说多重要吗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张嫣然，你仔细想想，当时我是怎么求你的，而你又是怎么做的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把玉佩还给我。现在说对不起了，你太迟了。不要！我只是不小心。还在追忆，这是我父亲唯一的义务，也是我女儿于心唯一的念想。我女儿跟我失散了18年，她不仅思念我，她更思念她去世的母亲。可你毁了她最重要的记录。林总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现在知道错太迟了，是时候跟你们做最后的清算。林总，张嫣然，
你原本可以跟我订婚，跟我女儿和睦相处，在我林家享尽荣华富贵。可是你根本不配。林总，林总，林总，是我毁了我自己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原谅。你在跟我认识之前，就已经是一个离过3次婚的骗子。要不是我女儿揭开了你的真面目，恐怕我真的会被你骗婚，骗掉所有的财产。我后悔，我真的好后悔。一个骗子，难怪会被首富林总遗弃。这种恶毒的贱人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张嫣然，你少在这装可怜。你现在后悔的不过是没有骗婚成功，没有把我的财产全部骗走罢了。你如果真的知道后悔了，你就应该向雨欣道歉。你们一家人对她的欺凌，那才是罪无可恕。林小姐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你这句对不起说的太晚了，你的这句对不起说的太晚了。就算我能原谅你，法律也不会原谅你。4年前，你花钱让司机故意撞我爸，已经涉嫌了故意伤人罪，应该服刑10年。10年，10年，10年！这4年来，你隐藏自己的同婚身份，骗了我爸1个亿，还挪用集团的公款，数额累积巨大，涉嫌诈骗罪和挪用资金罪，应该加判20年。20年！在庄园的时候，你污蔑我是小三，还囚禁我，涉嫌故意伤害罪和污蔑罪，最低也要加判个10年，数罪并罚，你的余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。我这一辈子都要入狱。还有你们2个和张嫣然勾结，涉嫌合伙诈骗罪和故意伤人罪，最低也要判个20年。林小姐，这不是我们的错啊！林小姐，我求求你饶我们吧！不服，我不服！你少在这吓唬人了！你以为你是法官吗？我不想和你们废话，有什么话你们和督察去说吧。我们都完了。没事的，朋友。我不好过，你们都别想活！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活！律师，小心！走。没事吧？嫣儿，都是爸没有及时防备，让你受惊了。没关系吧，我没事儿。我的好女儿，以后有爸在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小姐，集团总部到了。张嫣然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张嫣然一家已经被定罪入狱，挪用的公款和诈骗款项也被追回，共计3个亿，全部转到您账上。好。对了，小姐，今天是您上任总裁的第1天，几个部门经理还在等着迎接您。好的，我过去看看。好。今天是实习第1天，必须想办法接近首富林总。
这位就是林总的千金吧？肯定没错，林总说今天千金小姐穿的是白色的衣服。其实我是来，大小姐，您就别藏了，我们都知道您担任了集团总裁。她不是我的高中同学宋倩倩吗？其实我是来，大小姐，您就别藏着了，我们都知道您担任了集团总裁。原来他们把我认成首富千金，那我利用这个身份，正好享受一下有钱人的滋味。倩倩，你也来林氏集团上班？林雨欣，难道她也在林氏集团当实习生？什么倩倩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瞧清楚了，这位是首富林总的千金，你应该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吧？给我长点眼色，别在这儿乱攀关系。大小姐，快里面请。公然冒充我的身份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目的。大小姐，这办公室你还觉得舒适吗？要是不满意啊，我重新给你布置。大小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还行吧。林氏集团真是鱼龙混杂，一群高层居然全都老眼昏花，给一个骗子行贿。看来是时候替我爸清理门户了。哎，那边那个谁，去给我倒一杯茶，不要太凉，也不要太热。你让我给你端茶送水？我是首富千金，又是集团总裁，让你去就去。大小姐让你端茶是看得起你，你一个小小实习生，不想丢了饭碗就乖乖去做。那好。哼，林雨欣，你就算是考上清北大学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要给我端茶送水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这个贱人，这怕死我吗？你个臭实习的，敢惹大小姐，信不信我告诉林总，人家撤你的职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就给林总打电话。要是让林总知道这事，那我的身份岂不是要曝光了？我现在就打给林总。哎，算了，没必要和一个实习生计较。还是大小姐有格局，不跟那个没教养的东西一般见识。林总出国7天，没办法从公司迎接小姐，特意准备一件礼物补偿，请小姐签收。还要签收？糟了，我还不知道首富女儿的名字。大小姐不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名字？那我告诉你，首富林总的女儿名字叫什么？她叫林雨欣。林雨欣？首富的女儿和她重名也叫林雨欣，难道她是？不可能，她上学时候只是一个孤儿，不可能是首富千金。怎么，大小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吗？大小姐，快签字吧！我现在就签，让你看一看什么是真千金。我可提醒你，林总最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如果被他发现不是他女儿亲手签的字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，用最极端的手段惩治那女人。不用你多嘴，我是首富千金，想签就签。那你要想好，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？我既然敢签，就不怕承担后果。我签完了。宋倩倩，这是你自己种下的恶果，怪不得我了。大小姐，快打开看看，林总送给你是什么呀？是呀，好。哇，
是 LV 典藏款挎包，市价990万，全球仅1件，普通人就算再有钱也买不到啊！林总真是太疼大小姐了，真是大手笔啊！几百万的包包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搞到手，当首富千金未免太棒了。不是自己的，终究不是自己。等到身份曝光的那一天，就会承受惨痛的代价。你一个实习生，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？这么名贵的包包，你怕是连摸都没有摸过吧？他一个穷酸实习生，就是嫉妒大小姐。就是。哎，大小姐，晚上有一场庆祝您上任总裁的庆典，要不我陪你参加？首富林总出国7天，我借着这个身份，或许还能再捞一把。好啊，你们都可以去，唯独他不可以。他一个小小实习生，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庆典，得罪了大小姐，就算她想去，我们也是不同意的。就是你呀，好好认清自己下等人的身份吧。我们走。趁着今天庆典，正好让宋倩倩和这帮主管全都现出原形。喂，爸。于欣，第一天到集团上门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是首富千金，又是集团总裁，让你去就去。大小姐让你端茶，是看得起你。还行。那就好。对了，爸出国的行程有些变化，很可能提前回海城。好的，爸。正好到时候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好，我女儿，我会尽快赶回去啊。拜拜。开车。宋倩倩，接下来看你假千金的身份怎么收场。林小姐，恭喜您就任林氏集团总裁。林首富能有您这么杰出的女儿，真是家门有幸啊！借诸位吉言，期待和大家合作。当首富千金感觉真好，趁着林千峰不在，我还能多享受几天。林小姐就任总裁，我来的匆忙，只备了一点小礼物，还望您收下。2000万支票，大小姐，只要您同意跟鼎盛集团合作业务，这张支票就是您的了。业务好说，只要敢公然受贿，林氏集团有你这样的败类管理，迟早会日落西山。李雨欣，好美，好飒，她是哪个集团的名流？这气质不亚于首富千金啊！她不过是一个破实习生，算哪门子名流？实习生？实习生怎么能来国际酒店参加庆典？今天来参加庆典的都是海城的显贵，身家至少50亿起。你一个底层下等人，来凑什么热闹？今天这场庆典本就是为我准备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为你开？这是为我举办的上任总裁庆典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你还要掩耳盗铃，装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不好奇真正的千金到底在哪儿？真千金确实一直没有出现过，难道重名的李雨熙是真千金吗？不可能，她和我一样，都是想来林氏集团分一杯羹罢了。真正的首富千金就站在你的面前，我就是林总的掌上明珠。这可疑的反倒是你哎！众目睽睽之下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呢？集团明明没有给他发邀请函，他肯定是跟着咱们偷偷溜进来的。邀请函没有，信物倒是有一个。那是象征首富身份的蓝宝石胸针。难道他真是？据说这蓝宝石胸针一共有2个，一个在首富林总手里，一个林总留给他的后人。
有此信物，便可随意出入林氏集团旗下所有场所。你怎么会有这个胸针？不是应该在大小姐手里吗？大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他偷了胸针，连首富送给大小姐的胸针都敢偷！我现在报警，把你这个小偷送到检察局。好啊，你报，我看督察来了以后抓的是谁。算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的蓝宝石胸针在住所里放着，他那个看起来好像是个仿品。居然还敢造假！没有当首富千金的命，还想当首富千金？还好大小姐慧眼识珠，要不然真就被他糊弄过去了。我是首富千金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小丑。我今天就让你亲眼见证我上任总裁后的荣光。来，诸位，今天不单是我的庆典，也是一场招商会，想和林氏集团合作的都尽管来洽谈。李小姐，这是庆祝您上任总裁的礼物，我有批研开发区，您可以考虑投资。林小姐，我们集团的项目，你有空也可以看看。这就是当首富千金的感觉吗？只是一句话，就有人送上金银财宝。你若还想有回头路，就不要收礼金。你什么意思？林总，海城国际酒店到了。好，先去宴会厅。我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！今天是我的庆典，这些礼物本来就该我收。大小姐，这几个客户是我们介绍的，到时候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分红啊。是啊，放心，以后跟着我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林氏集团之所以有大量亏损的项目，是因为有部门领导在贪污受贿、乱走后门，他们和宋倩倩一样，都必须得到惩治。怎么样啊，穷鬼？羡不羡慕？嫉妒不嫉妒啊？我倒是不嫉妒，反而我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还看不清这些人真正的嘴脸。你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？今天是大小姐的庆典，让你留在这里已经很好了。我已经受够他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轰出去！我看谁敢动？敢动手，林总如果知道，肯定会对你们严惩不贷。我当是谁啊？原来是我爸的特助，你胳膊肘往外拐是什么意思？我爸怎么可能帮着这个实习生？首富林总该不会和这实习生有一腿吧？不会吧？就算外面有人，也不可能胜过自己的女儿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勾引我爸，当他的小情人。他肯定就是林总的小情人，不然也不会三番五次的跟大小姐作对。难怪一个实习生能来参加庆典，原来是林总的小情人呢。首富的小情人和千金争宠，这是要撕破脸呀！好好认清局势吧，我是首富千金，而你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臭婊子。前段时间也有人这样污蔑我，但是那个人现在在海城的监狱。难道你也想重蹈覆辙吗？监狱，我劝你趁早澄清自己的身份，还能有挽回的余地。我只再说一遍，我的身份是首富千金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也只能拆开你宋倩倩的皮囊了。宋倩倩，首富千金不是叫林雨欣吗？我劝你不要多嘴，别坏了我的好事。宋倩倩，你适可而止吧！你打我，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骗子。你的本名叫宋倩倩，曾经就读于清潭高中，和我是同班同学。大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会说的是真的吧？你们不要相信他，他在胡说八道。毕业以后，我考上了清北大学，而你考上了三流大学，现在又走后门进入了林氏集团实习。你以为你的那些破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吗？这么说，她是假冒的千金。她的样子确实和林首富没有相似之处。你少污蔑人了！你才是实习生，我是首富千金。我早料到你会狡辩，证据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来人，
把证人带上来。他不是人事部负责招聘的那个赵斌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他前段时间招了一个实习生，好像就叫宋倩倩。说，哪个是宋倩倩？谁是你招进来的实习生？是他，他就是宋倩倩。我警告你，少在这污蔑人！我是首富千金，才不是宋倩倩，她才是你招聘的实习生。你还敢狡辩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道你得罪的这位是谁吗？是真正的首富千金。李雨熙真是首富千金。他是实习生，而他才是真的首富千金。难道我们一直以来都认错千金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让你污蔑我的。我堂堂首富千金，居然被你们说成是实习生！不要脸的贱人，敢做不敢当！之前是你陪我过夜，让我给你面试的机会，让你来林氏集团实习的，自己做过的事难道忘了吗？靠身体上位，林氏集团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！贱人，都怪你勾引我，让我给你面试的机会，害我被集团开除！污蔑，只能是污蔑！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好好处罚你们！好啊，我看你敢不敢给我爸打电话。林总现在出国在外，暂时不方便。是啊，我爸出国了，就是因为我爸出国了，你才敢趁虚而入，假冒我真千金的身份。不管怎样，只要林总在场，就能证明谁是真千金。没错，必须等林总过来。对了，林清风还在国外，暂时不可能回来。只要我不承认假冒，就没有人可以指认我的身份。你是不是幻想着，趁着我爸没有回国，还能逍遥法外几天？你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林总计划有变，已经提前回国了。不可能！乖女儿，爸回来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林总，我爸怎么会突然回国？你自以为聪明，能瞒天过海，顶替我真千金的身份，却不知人算不如天算。我爸正好就要回国，揭穿你虚伪的面目。大小姐别怕，只要你是真千金，就尽管等林总回来。等林总回来，一切就水到渠成了。我本来就是真千金，不需要向这个冒牌货证明什么。我要出去，就叫我爸回来。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。林总刚发来消息，现在已经到酒店，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等着就行。你说谎！我爸如果来了，肯定会通知我的。反正林总快到了，你要真是林总的千金，又何必着急去迎接呢？是呀。宋倩倩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你现在承认自己是假千金，还来得及。我没有罪，我是真千金！你放开我！谁敢动我女儿？谁敢动我女儿？林总，林总来了。爸，乖女儿，没事吧？爸，我没事。什么？他就是首富林总？他真的是林总千金？原来我们之前被他骗了。他是什么？刚才为什么对你动手动脚？他是一个走后门的实习生，趁你不在，冒充我千金的身份，不但在集团惹是生非，还顶替了我总裁的职位，来参加今天的庆典。又一个畜生！你居然敢假冒我女儿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们三个把我当成首富千金，逼我顶替位置的。哎，这话你可要说明白了，什么叫我们逼你？明明是你假冒大小姐，一直瞒着我们。死骗子！亏我之前那么相信你，把你当祖奶奶供着。不管你怎么说，你都是个骗子，在冒充我女儿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
还嘴硬。连林总女儿都敢假扮，真是胆大妄为。林总是出了名的女儿迷，这下有他好受的。雨欣，他在假冒你身份的时候，有没有欺负你？我没有欺负他，也没有让他做任何事情。没轮到你说话。他在集团的时候，自称是千金大小姐，让我给他端茶送水。我和雨欣失散了整整18年，我好不容易把她找回来，带回了林家，我就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，不再受苦。在我心里，我女儿比任何人都重要。而你有什么资格让她给你端茶倒水？我只是一时贪慕虚荣，想体验一下当首富千金的感觉。好一个爱慕虚荣！我现在命令你也去端茶倒水，马上！是。别进。欺负我女儿的事，我会让你加倍奉还！连连总千金都敢假扮，找死！死骗子！你得罪雨欣的事，我今天会一件一件的跟你清算。怎么办？我们之前也误会了大小姐，林总不会处置我们吧？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能再见起点了。爸，你之前托人给我送了一个挎包，也被他给抢走了。居然敢抢我女儿的东西！我送给雨欣的，可是 LV 典藏款挎包，那全球只有一个。我没有抢。你说你没抢，那这张签字单是什么？你假冒我的身份，代替我签字，还侵占我的财产，证据就在这里，你还敢不承认吗？我没有抢，是你故意让我签字的。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我？宋倩倩，我拜托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有没有劝过你？林总最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如果被他发现是他女儿亲手签的字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，用最极端的手段惩治你。我既然敢签，是我自己害了我自己。我好意劝你不要签字，可你就是不听，也告诉了你后果，还做着真千金的美梦。是你自己走上绝路，事已至此，怪不了任何人。那我把包还给你。你拿什么还？你玷污过的东西，难道还让我女儿再用吗？活该！冒林总千金还敢抢东西，这和作死有什么区别？我只是一时贪心，没想到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，导致他们3个诱导我，害我犯下大错。你们3个也包括这个骗子。我们是无辜的，我们当时被他骗了。是啊，林总，欺压我的事情，难道你们没做过吗？说，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林总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你们根本就不无辜，你们身为集团主管，却有眼无珠，对宋倩倩这个骗子阿谀奉承，还对我处处打压。你们真的无辜？混蛋！原来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雨欣的吗？林总，都怪我们签下了假签金，您消消气，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是啊，林总原谅我们吧。胡说八道！你们根本就是和宋倩倩臭味相投，蛇鼠一窝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们这一帮没脑子的白眼狼，巴结骗子欺负我女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撤销你们所有的职务，让你们从林氏集团彻底除名。林总，我们也为公司鞍前马后了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林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5年来，你们利用职务之便，贪污受贿近1000万。今天这场审判，不仅要算宋倩倩的账，还要铲除你们这3个蛀虫。都是你害的，都是要不是因为你，把我们的前程全毁了！干什么？怪就怪是你们自己太蠢，要不是你们着急上位，又怎么会眼瞎把我当成金千金？你个贱人，骗子，对我们吃干抹净，还敢这么猖狂！看我打死你！
我就是要吃你们的，为你们跪舔，享受着首富千金的待遇。贱人，我让你骗人，我打死你！滚开！宋倩倩，你以为你就没有罪吗？你和他们一样，也都难逃罪名。你少威胁我，我能有什么罪？你假冒我的身份，到处借着总裁的名义贪污受贿近千万，你敢说你自己没有罪吗？这个骗子冒充林千金，收了我们不少好处。贱人，快把我们钱还回来！好处都是你们自愿给我的，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？你若不是假扮林氏千金，我们岂会赶着给你送钱？赶快把我们的2000万支票还回来！钱和东西都在这儿。多亏了林小姐及时拆穿了这个骗子，要不然我们可就蒙受损失了。是呀，真得感谢林千金呢。林雨熙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凭什么你是高高在上的林家大小姐，而我却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？我从高中就嫉妒你，凭什么你能考上清北？凭什么你是个孤儿就能当首富千金？你看到的这些都只是表象。我和我爸失散了18年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。上高中时，每天熬夜学习到凌晨，周末还为了攒学费要打3份工，这些你都没看到。而我现在成为了首富的千金，是因为我是我爸的亲生骨肉。这些不容许你嫉妒，也更不能被你侵占。所以，入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。入狱！来人！把这个骗子扭送督察局，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没有资格抓我！你当初假冒我女儿的身份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有这样的结果。我不过是想体验一下被人捧的感觉，享受一下首富千金的地位和财富，难道这有什么错吗？你的体验和享受都在冒充我的身份，欺骗所有人的基础上，而我劝了你好几次，也给了你机会，你有过珍惜吗？不是自己的，终究不是自己的。等到身份曝光的那一天，就会承受惨痛的代价。是我贪得无厌，才被冲昏了头脑。如果我当初听你的话的话，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了。可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还有什么话，就到监狱里去说吧。监狱？林雨熙，你这是在公报私仇！陈特助，麻烦你帮他科普一下他的罪行。好。宋倩倩，经调查，你涉嫌3项罪：一，你冒充林氏集团千金，涉嫌伪造身份罪；二，你以公司总裁的名义收取财务贿赂，构成了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；三，你在公司的时候霸占林小姐的私人物品，涉嫌侵占罪。以上罪名均有监控录像，证人证言，数罪并罚，判你入狱至少20年。20年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错了，林小姐，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不是知错了，而是后悔自己没有诈骗得逞。如果你想忏悔，就到监狱里面去反思自己吧。带走。放开我！我不要坐牢！林雨熙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恨你！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辈子？为什么？带走！林雨熙，我恨你一辈子！惩治了宋倩倩，现在该轮到你们3个蛀虫。大小姐，不关我们的事，凭什么抓我？我没有罪。你们3个徇私舞弊、贪污受贿，涉嫌的金额近千万，犯了严重的职务侵占罪，情节严重，影响了集团的核心业务，最低也要判个13年。13年？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求你别让我们坐牢。大小姐，我也知错了，饶我吧。
现在知道错太晚了。你们这些公司的住处，如果不惩治的话，我林氏集团的未来该怎么发展？来人，他们全部送往督察局。林总，我不要走了，林总。我的好女儿，这些天让你受委屈了。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，都是爸爸的责任。没事的，爸。现在有了陈特助的帮助，集团的余孽都铲除了。好，爸爸今天就正式对外宣布，让你以总裁的身份全面接管林氏集团。谢谢爸。以林小姐的才干，我相信林氏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是呀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陈特助，以后你就来做我的总裁助理吧。小姐，以我的能力，别谦虚了，慢慢来嘛。好。熬过风雨泥泞，终见万里晴空。以后的路上，唯有光明坦途。